長期統一導致今世落後。鍾祖康，中國全國一統，任何一個命令，無論何等荒謬，都得舉國奉行。戴蒙教授說，中國最終被歐洲凌駕之謎，就在於中國的長期統一和歐洲的長期分裂。聖誕節北上挪威第二大城市博爾根，與妻子的家族歡度節日，再次感到這個高度富裕、文明和現代化的社會，人倫間的關係明顯比華人社會來的成熟，以發乎情，止乎禮居多。他們手牽手圍着聖誕樹，不分老少，都隨便唱得出多首傳統歌曲，其樂融融，喜情感人。我在攝氏0度左右與屋前的北海垂釣，起碼1公斤的鱈魚、青雪幾乎垂感可得，而且只是用金屬造的假饵。這裡的人釣魚罕用真饵，在夏天更不用走到屋外，在陽台垂釣即可。北海除了給挪威帶來每天300萬桶時值1億美元的石油，還有巨量漁產。國人若見此狀，必發出得天獨厚之類驚嘆，而不知中東、非洲等地的巨量石油只成為少數既得利益者的發財工具，加上濫採導致石油產量日益減少，並未能像挪威、加拿大或美國那樣的惠及平民。另外，中國人也無視全球許多魚米之鄉，包括中國許多地方，由於竭泽而漁和疏於保育，已變成不毛之地。在這心境下，當我展讀當今演化生物學大家戴蒙教授的巨著《槍炮、病菌與鋼鐵：人類各社會的命運》，戴蒙教授要解答一個問題，就是為什麼是歐洲人征服美洲、澳洲、非洲，甚至亞洲，而不是歐洲人被他們征服。戴蒙教授說，25年前在新幾內亞研究鳥類演化時，當地甚負名望的土著領袖耶利問他，為什麼總是你們白人生產出那麼多貨物帶來新幾內亞，但我們黑人卻自己只能炮製出那麼少的東西？的確，正如作者說，這個問題貌似簡單，其實無比艱深。當時他沒有答案，卻在往後20多年縈繞於懷，不斷追尋，方有所獲。他說這本書算是給耶利的一個答案。但從筆者看來，戴蒙教授不但回答了耶利的問題，也解答了許多中國人的疑惑。誠如當代生物學泰斗威爾森教授評該書時所說，對社會議題思考之深，表達之清晰，無出其右。筆者以為，此書奪得1998年普利茲獎，仍未足以說明其分量。萬年前最後冰河期決定了人類的分野。戴蒙教授稱，當前人類發展的不均，關鍵起點在13000年前人類最後的一個冰河季之後。自那時起，在不同大洲之上，人類的發展差異明顯增大。有些地方發展出使用文字和金屬的工業社會，另一些則只發展出沒有文字的農業社会。在等而下之者，還保留着石器時代的狩獵社會狀態。這個不均的歷史發展，最後成為現代世界的模板。因為使用金屬和文字的社會，其後征服甚至滅絕了其他社會。而征服者的武器不僅是刀槍，也包括細菌。例如16世紀初，西班牙以600士兵攻陷阿茲特克帝國，其後再以不足200士兵輕取印加帝國，靠的就是當地土著沒有免疫力的天花。戴蒙教授深刻研究了人類社會在過去13000年的發展後，總結出幾個左右一個地方或一個大洲發展的最重要因素。第一大因素是，這個大洲上有多少適宜於大量繁殖的野生動植物。原因是只有發展農牧業，才可以令社會上一批人無需為飲食奔命，可以專心發展其他專業，鑽研治國之術，或專職從軍。但各大洲可供大量繁殖的野生動植物數目其實不多，分布也極不平均。比如澳洲只有一種動物可供畜牧，而當地土著也沒有将之驯服。第二大因素是，鑑於大部分社會的科技、政治制度，以致用作畜牧的动植物大都來自其他社會，而不是由自己發明或發现，
所以一個社會是否具有便於器物發明、思想和動植物傳播的條件非常重要。這一點與我歷來的觀點不謀而合，即自由傳播思想和充分善用發明往往比發明本身更重要。這已經從中國的所謂四大發明得到最佳印證。器物、思想、動植物之傳播要視乎地理上有多少天然阻隔，地理上的主軸是由東而西還是由南而北等等。若是由東而西，即廣大幅員在相同緯度之上，氣候接近，則動植物風俗習慣傳播容易，如亞歐。反之，若主軸是由南而北，即地域橫跨多層緯度，氣候處處不同，傳播艱難，這是非洲特別是美洲難以在洲內快速傳播文明的重要原因。第三大因素是大洲的面積大小與人口多寡。地大人多意味着會有較多发明，較多互相競爭的社會和不求改革即被殲滅的壓力。中東新月沃地兩區變成沙漠，所以作者說中東和中國各樣條件其實不壞。在地中海之東的一片平原，土壤極其肥沃，氣候溫和，迅即成為人類產糧重鎮，人稱新月沃地，也就是即今天的約旦、敘利亞和伊拉克一帶，為中東日後的領導地位埋下種子。從公元前8500年到公元前500年，歐亞大陸西面的發明幾乎都是來自新月沃地或其周邊。一直到公元15世紀，科技還是主要從伊斯蘭世界輸入歐洲。但為什麼新月沃地自15世紀逐漸失去領導世界的地位呢？主要原因就是新月沃地變得越來越不肥沃。從考古資料可見，原來新月沃地曾大部分為森林所覆蓋，但由於伐林造田或濫伐木材，而當地的降雨量偏低，和大量羊群觅食，樹林來不及再生，於是將新月沃地變成沙漠。世界文明中心亦隨之逐步由新月沃地一帶移至西歐及北歐。作者說，生態破壞與文明衰落、權力轉移關係甚大，這也是另一個文明瑪雅文明沒落的重要原因。今天，許多人每將中東地方寸草不生的沙漠當作是與天地並生的無妄之災，是禍從天降，其實都是人禍。考古學家更發現，甚至是撒哈拉沙漠，在公元前9000年至4000年之時，亦非沙漠，而是處處草木、湖泊、野鳥之地。濫伐林木和沙漠化，不正是中國自古而然、與今為烈的大問題？但作者不從這角度去解釋中國的沒落，他提供了一個令中國民族主義狂熱者更尷尬的答案。正合與哥倫布故事的啟發，戴蒙教授說，中國的發展条件相當不錯，比如像新月沃地那樣早就發展農業，從南至北，從遠海到西藏高原，孕育了許多多樣的穀物、動物和技術。地大，可養活大量人口，和新月沃地比較，沒有那麼乾燥，生態環境沒有那麼脆弱，令中國的密集農業可以垂10000年之久。這些優勢令中國一度在科技發展方面領先全球。直到15世紀初，中國派鄭和7下西洋，在1405年的首航中，有寶船62艘，最大者長44丈，寬18丈，隨行27800多人，比哥倫布早80年，規模亦非哥倫布可及萬億。但其後由於權力鬥爭而8寶船避正，中國的航海探索事業開始了28年後戛然而止。對於這段歷史，中國民族主義者無不扼腕嘆息。但戴蒙教授發現，原來哥倫布的航海探索事業也一波三折。生於意大利的哥倫布，為了張羅船只出海探索，轉而效忠葡萄牙國王。但葡萄牙拒絕給他船只出海時，他去請求另一位公爵，被拒後，再去求另一位伯爵，再被拒，最後跑去西班牙國王那裡要船，國王拒絕了他，但最後讓他上訴，並予接納。戴蒙教授說，要是當時歐洲由頭3位拒絕哥倫布的統治者任何一位一統天下，歐洲人的美洲殖民歷史怕要改寫。戴蒙教授說，正因為歐洲4分5裂，
哥倫布可以周旋於各國之間，就像中國春秋戰國時的思想家和謀士周遊列國，大放異彩那樣。而當西班牙開始殖民美洲時，其他歐洲國家眼見財源滾進西班牙，其他6國也加緊殖民美洲的事業，情況跟歐洲其他的事物如大炮、電燈、印刷術的引進一樣，最初某些地方或會由於一些孤零精怪的理由而不肯創新，但在鄰國的壓力下還得就範。但中國則全國一統，任何一個命令無論何等荒謬都得舉國奉行。戴蒙教授說，即使現代中國還擺脫不了這種遺毒，比如文革期間領導一聲令下，全國學校就關閉了5年。因此他說，要破解中國最終被歐洲凌駕之謎，竅門就在於中國的長期統一和歐洲的長期分裂。這跟葛劍雄教授在《分裂與統一》巨著中提出的亂世的魅力之說交相輝映。若以金融投資比喻，歐洲的發展屬於分散投資型，不會全敗，也不會全勝。正如10個統治者不容易個個都是廢人、痴漢、屠夫，也很難個個都是聖人。但長遠而言，分散投資通常是大贏家。中國的全國一統、極度集權則屬於孤注一擲型，一贏全贏，一輸全輸，屬病態賭博。短期而言，孤注一擲或有曇花一現的燦爛，但從中長期言，傾家蕩產、家破人亡非常正常。